明明读了这么多书，做了这么多笔记，为什么写文章时脑袋还是一片空白？你应该试试卡片和笔记法。对，这是德国社会学家的秘密武器，能完美整合知识。用了之后灵感爆棚，写作完全无障碍，是生产力神器。真的假的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Alice 习到笔记，我是 Alice， 这里是陪你一起练习生活、练习思考的过日子不佛系单元。我知道我最近消失了一阵子，但我可不是在偷懒哦。真的吗？好吧，我承认我有一点点偷懒啦，但我也很努力读书做笔记，真的，只是笔记做得越多，我越焦虑。做一本书的笔记，哇，好有成就感哦！但做了10本书的笔记，我突然惊觉，这些知识还是各自待在各自的书里耶。我的笔记只是复读机，知识永远待在课本里，书合上，知识就还给作者了。结果就是脑袋明明塞满了资讯，但要我说出点什么的时候，想写文章还得拼命翻找，硬凑出一点逻辑。久了，我开始自我怀疑，我到底有没有成长？我做的笔记到底有什么用？直到我遇见了 Zettelkasten， 中文翻成卡片盒笔记法。网络上把它说得很神，这个方法不仅能帮助你记住每一本书，整合所有知识，还能让你天天灵感爆发，写作完全无障碍。有这么厉害吗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为了改变这个状况，我跟大多数人一样，乖乖买了 Aaron's 的卡片盒笔记来读。读着，怎么全是理论？我的实作指南呢？说好的秘诀呢？好吧，书里没教，那我转战 YouTube 总行了吧？结果发现每个人都讲得超厉害、超有道理的，但每套说法都绑着一套软体 Notion、Wrong Research、Database、Obsidian。我笔记都还没开始写，就先掉进了学习软体的无底洞里。最荒谬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后来我发现，我花最多时间的居然不是写卡片，而是看软体教学影片，而且有些软体还要付费。没错，我很认真跟着做，但永远卡在3个致命伤。问题1，无脑复制贴上。一坐到电脑前，我的手指好像就有自己的意识，看到不错的句子就 Ctrl+C、Ctrl+V。资料收集得很高兴，但很少真正精炼成属于自己的想法。恭喜您晋升为数位囤积症患者。问题2，草稿地狱。因为想法需要时间酝酿，于是我自创了草稿笔记，想说先写个半成品，再慢慢打磨。结果呢，一张卡片都没写成，草稿倒是越积越多。这个叫做完美主义型拖延症。问题3，原子化焦虑症。第3个问题也是最令我抓狂的问题，什么才算是原子化的想法呢？要拆到多小？怎么拆？还是干脆不要拆？拆太细会不会失去脉络？不拆会不会包含太多资讯？我在电脑前纠结半天，最后觉得算了，好累哦。你的精神开始内耗咯。结果卡片不是难产就是流产，整个系统砍掉重练好几遍，从来没有真正成功过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翻到一本书，彻底翻转了我的认知。这本书叫 Antinet Zettelkasten， 作者是 Scott Schaber。Schaber 的故事跟我惊人的相似，他也用了数位工具失败了，于是他回到原点，研究那位把卡片盒用得出神入化的 Luhmann 教授当年到底是怎么做的。后来他得出了一个结论：别再依赖数位工具了，回到纸笔吧。我当下的反应是，现在都 AI 时代了，你叫我用纸笔？但网络上 Antinet 爱好者有句话狠狠击中了我。其实没有所谓的原子化想法，之所以会有这种感觉，是因为一张纸能写的字有限。看到时我整个人都愣住了，所以原子化根本不重要。我一直在烦恼的其实是一个假议题，
好吧，那就死马当活马医，试试看吧。然后奇迹发生了，这一次我没有半途而废。为什么纸笔反而有效呢？明明看起来更慢更麻烦啊。事实上正是更慢更麻烦才救了我。原因一，手写的阻力其实是思考的助力。打字的时候手指跟得上大脑的速度，所以我们会不假思索的哒哒哒打，结果抄了一堆废话。但手写很慢，手还会酸，所以下笔前就会忍不住问自己，这句话重要吗？真的值得让我花力气写下来吗？这一问，大脑自动开启过滤模式，能被写下来的通常更有价值。原因二，纸面有限，逼你精炼。我终于不用再纠结原子化了，因为纸面有限，面对电脑的时候就像拥有了一张无限的画布，所以大脑根本不懂得节制，只想一股脑的全倒出来。但面对有限的纸面，大脑会开始思考怎么写才精准，你会自动删废话，抓重点。也是因为懒得多写啦。没错，人的惰性也是一种助力。原因三，实体卡片有空间记忆，这是最神奇的一点。我们的大脑其实很擅长记住东西在哪里，数位笔记都淹没在萤幕里，不搜寻根本找不到。但纸卡片不同，它们会占空间，翻过几次你大概就会记得，阅读理论那一张好像在盒子前段的位置，昨天写的那张卡片被笔记本压住了。这不是玄学，这是空间记忆。人对实体位置的记忆力往往胜过档案名称的记忆。所以如果你在数位卡片盒里也遇到卡片难产，不妨试试纸笔，或许你会惊讶地发现，换了工具，思考模式也跟着变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使用卡片盒笔记写作真的无障碍吗？老实说，我一开始也天真的以为，卡片都写好了，文章不就自己长出来了吗？仿佛只要把卡片排一排，串一串，加几个连接词，就会自动变成一篇佳作。然而并没有，幻想是美丽的，现实是残酷的。拜托，它又不是 AI 也没有那么容易做到好吗？直到我读 Bob Dotto 的 Assistant for Writing， 里面有一句话差点让我笑出来。你的蔡托卡斯坦是个糟糕的作家。说得太对了，他不会帮你破题，不会替你安排段落、设计框架，更不会帮你修辞、调整语气。他能做的只有一件事，提供素材。如果你只是把卡片硬凑在一起，你会得到一份东拼西凑、逻辑跳跃，甚至有点鬼打墙的草稿。其实回头看 Ahrens 和 Schaber 的书，有些段落也会让人觉得不断重复、拖泥带水。再看看 Luhrmann 本人，虽然产量惊人，但作品也常被批评晦涩难懂。Luhrmann 或许是故意写的艰深，但这也代表他的文章不是我们要学习的范例。那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说卡片盒让写作变简单了呢？因为它让你不再从零开始。没有卡片盒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坐在电脑前盯着空白的文件发呆，心想我好像没什么好写的。但有了卡片盒，你的零散想法已经慢慢累积成一个丰富的宝库。你不会再困扰说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，你也许会有选择困难症，但绝不会没东西可写。这就像打开一个塞满食材的冰箱，你不会饿死，只是要决定今天想煮意大利面、火锅还是炒饭。但好不好吃还得靠你自己的厨艺，也就是你的创意、技巧和努力。卡片盒提供材料，写作仍需要你亲手去完成。别灰心，好的稿子永远是改出来的。万事起头难，但第一份草稿卡片盒已经帮你生出来了。所以如果你有这些困扰，读了很多书却说不出个所以然，想整合知识却不知道从何开始，被各种笔记软体搞到怀疑人生，想写文章脑袋却一片空白，那么从下一集开始，我想邀请您跟我一起返璞归真，让我们一起用最简单、最笨，但也最能强迫你思考的方法——纸和笔，从零开始，一张一张的建立属于你的卡片盒。我会分享我踩过的坑，让你少走弯路，
而且我保证第一张卡片你一定写得出来。准备好纸笔，我们下集见。